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蜕变之路，从被忽视的小角色到古装剧新宠，背后有多少坚持？在娱乐圈这个闪耀夺目的舞台上，命运的齿轮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转动，编织出一个个让人惊叹的故事。谁能想到，12年前那个在片场默默无闻、跟在陈晓身后跑龙套的小透明诚意，如今竟然华丽转身，成为古装剧的新晋顶流。这条逆袭之路，满是汗水、辛酸与不屈，宛如一部热血励志的奋斗史诗。初踏演艺圈，求角色如同爬山，默默忍耐。2025年，怀揣着演员梦想的诚意，像一只勇敢的小鸟，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演艺圈这个辽阔又波涛汹涌的海洋。那时的他稚嫩可爱，没有人脉，也没有背景，唯有对表演的热爱如火。为了在荧幕上大放异彩，他鼓足勇气，向导演苦苦哀求，终于争取到了在《王的女人》中饰演陈晓书童的机会。在片场，他的身材有些单薄，皮肤黑黑的，发型也带着那个年代的土气，站在已经小有名气的陈晓旁边，戏份少得可怜，就像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，几乎没人注意。他看着陈晓在镜头前自信满满的演绎角色，眼里满是羡慕和向往，心中暗自发誓，自己也要有大放异彩的一天。每次开拍前，他总是提前到片场，反复琢磨那寥寥几句台词，揣摩角色的心境，哪怕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配角，他也绝不马虎。然而，现实的冷水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泼来，在演艺的初期，等待他的却是无尽的冷落与挫折。同行的排挤如影随形，那些异样的眼光、嘲讽的言语，就像一根根尖锐的刺，扎在他年轻而敏感的心上。好不容易稳住的角色，竟然被临时换掉，那种从云端坠入谷底的失落，简直让他苦不堪言。一个又一个导演或者制片人，毫不留情地对他摇头，直言他根本不适合做演员，那种笃定的语气，仿佛是在给他的演艺之路判了死刑。可是诚意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，这些打击非但没让他退缩，反而像燃料一般，点燃了他内心更炽热的斗志。成长的历练，委屈满满，初心依旧。在接下来的演艺生涯中，诚意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艰辛时刻，每一件都能让怀揣梦想的人心碎，但他偏偏咬紧牙关挺了过来。琉璃发布会的现场，本该是收获掌声和期待的辉煌时刻，诚意却感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。他在台上强忍着泪水，那是一路走来的委屈、疲惫和对角色的深厚情感交织而成的复杂心情。可恶意剪辑如同毒蛇袭来，把他剪成了黑脸，舆论瞬间炸开，不明真相的网友们纷纷指责，他只能默默承受这份苦涩。青云志发布会真是让人心凉。现场切蛋糕时，礼仪小姐在人群中忙忙碌碌，给大家发刀叉，却偏偏把咖位较低的诚意给忽略了。她尴尬地伸出手，悬在空中，那只手仿佛被冻结了一样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只能无奈地收回，眼中闪过一丝细微的失落与窘迫。幸好赵丽颖眼尖，发现了这一幕，她热心地邀请诚意一起切蛋糕，才让这场尴尬得以化解。那一瞬间，诚意看向赵丽颖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。长安诺开机仪式上，喜庆的气氛中，诚意却又一次变成了局外人。从主角到配角，再到幕后工作人员，人人手里都拿着开机红包，笑得像蜜蜂一样，互相祝贺。唯独诚意像个被遗忘的角落。他多次鼓起勇气，主动上前去要红包，那略显笨拙的步伐，微微泛红的脸，尽显尴尬与不甘。最后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，那一刻，他紧紧握着红包，
仿佛抓住了自己最后的尊严。还有沉香如屑直播时，工作人员的失误让人惊掉下巴。热闹的直播现场，其他演员都有专门的房间，各自忙得不可开交，而程毅却被晾在一边，只能独自坐在楼梯间，暗淡的灯光映照着他孤独的身影。他没有发牢骚，只是默默调整状态，面对手机镜头，向粉丝展现自己最棒的一面。尽管背景简陋，但他的笑容依然灿烂。即使经历了这么多不公，外界还是无缘无故地给他贴上了欢瑞太子的标签。这看似光鲜的称号，实际上却成了沉重的枷锁，轻松抹去了他多年来的努力和奋斗。在公司里，他不仅没有享受到太子应有的待遇，反而到处受到压制。为了捧新人，公司完全不顾他的戏路发展，硬是让他接连拍摄相同类型的古装剧，把他的演艺之路限制得紧紧的。在拍摄《莲花楼》时，高强度的打戏让他的身体承受不住，屡次受伤住院，但公司对此却视而不见，任他在伤痛中苦苦挣扎。等到剧集开播，熟悉的防爆套路又一次上演，尽管有百万观众同时在线，热度却被牢牢压住，始终无法破万。后期宣传更是马虎了事，他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战士，在战场上孤独作战，破茧成蝶，真诚闪耀，逆风翻盘登顶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再多的阴霾也挡不住一颗璀璨星辰的崛起。经过12年的磨砺，程毅终于迎来了他自己的高光时刻。从他最近参加的各种盛典中，真能感受到他的变化。在爱奇艺尖叫之夜，他一出场就搞笑，像个迷路的孩子，东张西望找不到自己的座位。曾瞬息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，他却一脸迷茫，仿佛置身于陌生的校园，那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。好不容易坐稳，轮到他上台时，他显然没做好准备，被曾舜晞拉着往前走，还下意识地后退半步，像是被舞台的光芒吓到了。接过话筒，他紧张的语速飞快，简单说了几句就急忙把话筒递出去，仿佛那话筒带着电流，烫得他手都不敢多握一会儿。这样懵懂无知的画面，与舞台上光芒万丈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可正是这份愚钝，这份对世事的无知与纯真，让他在名利场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却又十分特别。当其他嘉宾忙着在这个圈子里阿谀奉承、左右逢源时，他却像一股清流，请工作人员帮他和粉丝拍大合照，只想与支持他的人分享这份快乐。他远离网络的喧闹，不玩手机，常常在很多场合跟不上所谓的潮流，一脸懵懂地听着旁人侃侃而谈，简直就是个2G 网少年。不过，这背后其实是他为了躲避网络暴力的无奈选择，也是他专注于演艺事业，不受外界干扰的决心。在盛典表演环节，他用行动展示了什么叫尊重与真诚。别人表演时，他坐得笔直，眼睛紧盯舞台，全神贯注地欣赏每一个节目，双手不停地鼓掌，掌声响亮而真诚，毫无敷衍。颁奖环节结束后，台上歌手仍在深情演唱，台下观众早已散去，座位上空空如也，只有程毅像颗坚韧的青松，独自坐着，为歌手的精彩表演欢呼、鼓掌，直到何老师宣布盛典结束，他才慢慢站起，向每一位工作人员、粉丝以及为这场盛典付出的人深深鞠躬致谢。那一刻，空荡荡的场馆里，他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。现在的程毅，经过12年的汗水与泪水，终于开出了绚丽的花朵。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跟班，变成了古装剧的顶尖流量，艰辛的历程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他就像一朵不染尘埃的莲花，在娱乐圈这个复杂的大染缸中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真诚与初心，用行动告诉大家，无论经历多少不公与挫折，只要心中有梦，勇往直前，
终会看到光明的未来。前方的路依旧漫长，期待他带着这份坚韧与真诚，继续书写自己的传奇，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。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